夜晚，我收到一条空白号码发来的消息，明天你所在的区域气温将升高到70°C，自求多福。只一眼我便知道这条信息是真的，可一晚上的时间完全来不及囤物资和建造庇护所。于是我半夜敲开所有人的房门，让他们和我一起去北上冰岛躲避灾难。可我爸觉得我无理取闹，怒甩我2个耳光，嘴里怒骂着明天是他晋升总经理的日子，让我别挡了他的升官发财路。我弟更是觉得我犯了精神病，疑神疑鬼，联合我妈将我捆绑反锁在房间。结果第二天一早，高温如约而至，一时间房间里似蒸笼，他们察觉到危险，果断去了地下室躲避，而我被绑住身体，困在四面都是墙的狭小房间里，无法脱身。我妈从厨房经过都不愿意替我开门，她嘴里只喃喃道：放你下去，家里的食物就不够一家4口吃，也不知道这高温持续多久，这天也太热了，我先走了。于是阳光升起来的一瞬间，四面不透风的房间似蒸笼，我被活活蒸死。再睁眼，我重新回到收到短信的那天晚上。这一次，我独自一人踏上了飞往冰岛的航班。夜晚，房间里的风扇吹出燥热的风，我从湿热黏腻的触感中猛然惊醒，汗水顺着发间流淌进脖子，那种深入骨髓的炽热感涌上心头。我猛然意识到我重生了，死前被热死的焦渴感历历在目。还不等我思考，手机又收到了上一世那条死亡倒计时短信：明天你所在的区域气温将升高到70°C，自求多福。看着这条短信，我又急忙去看手机时间，现在是凌晨2点钟，距离明天一早还有4个小时，来得及，距离我逃离这个地方完全来得及。上一世在我收到短信的时候，我立马反应过来，那是在国际秘密组织工作的闺蜜发来的消息，她从来不会骗我，从小到大那句自求多福她对我说了无数遍。于是那天晚上，我猛烈地敲击着房门，企图让他们立马清醒过来，和我一起逃离这个地方。可没想到收到是我爸咒骂的话：滚开！明天我就能被公司任命总经理了，去什么冰岛？我爸恶狠狠开口：别挡了我的升官发财路！你要是害得我明天不能升职，看我不扒了你的皮！我弟则眼底乌青，一脸欲求不满地看着我。随后他不顾我的呼喊，强行将我绑住，又将我推进房门反锁。他站在门口嘲笑：什么高温漠视，你比气象专家还厉害，天亮之前别出来，不然邻居还以为我们家出了个精神病。可后来高温漠视如期而至，他们3人假装听不见我的呼喊，至死都没有给我打开那扇门。回忆在脑海中闪过，我妈隔着门说着，如果放我出来，家里的食物就不够一家4口吃。甚至话还没说完，她就嫌弃楼上太热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我在太阳升起之后，在蒸笼式的房间里被活活蒸死。我推开门，看着家里其他2扇紧闭的房门，这一次我再也不会冒着被活活热死的风险敲开他们的房门。客厅里的凉爽让我的思绪回笼，这空气虽然也燥热，但却比我房间里的温度要低。家里有4个房间，我爸妈一间，我弟一间。我爸想要个茶室，我妈想要个衣帽间。于是他们默认没留我的房间，将原本最东边的厕所改成了我的房间。那里只有一个小小的窗户，东晒的太阳照的房间从早到晚都是热的。纵使这样，家里人也不愿意给我安装空调，只因那个房间连着我爸的书房，当我开空调的时候，他会在房间门口猛踹我的房门，让我小点声。他说空调外机工作的声音吵得他心烦意乱，所以刚装上1天的空调又被装修工人无情地拆下，只留给我一个风扇。我打开购票软件，在国际航线中找到了飞往冰岛的航班，凌晨6点的飞机。我将用得到的电子设备和银行卡放在了小包里，又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。现在这个时刻逃命要紧，不够的东西可以等落地后再买。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护照，我现在无比庆幸护照在我自己手里。上一次全家出国旅行后，我妈打算将一家人的护照统一保管，他们3人默认将护照锁在抽屉里。等我将自己的护照拿到书房时，我妈已经将柜子锁起来了。她厌恶地看着我，因为慢了一拍，她懒得再开一次柜门，就让我自己保管。现在却给了我极大的便利。我收拾好行李，从客厅的餐桌上拿到我爸的车钥匙，正打算出门，却听见背后房门打开的声音，接着就是一阵惊呼：这么晚，你一个人在客厅干什么？下一秒，我连忙将背包扔在沙发后面。夜晚没有月亮，客厅里也没有开灯，那人没发现我的举动。我弟骂骂咧咧地走到客厅，目光不悦地盯着我：你在这儿干嘛？又想偷偷开客厅的空调？看我不告诉爸，说你浪费电，看他不打死你。没，只是在客厅透个气。他看着我额头密密麻麻的汗珠，幸灾乐祸地开口：哼，热就对了，活该，热死你。他说完，满不在乎地去了洗手间。
我坐在客厅里，静静地等待着洗手间的动静消失，任由汗水划过我的脖颈，也极力忍耐着。又过了几分钟，家里再次陷入一片黑暗。我弟的房门已经关上了好久。我拿起背包和钥匙，头一不回地离开。刚进地下车库，就感到闷热无比。拿起手机一看，现在的温度已经41度了，而距离飞机起飞还有3个小时。我坐在车里，用手擦着汗。天气太热，车子好半天启动不了，等能启动了，空调又不够制冷。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在车子启动后，立马就打开车门坐了进去。周围的温度在不断攀升，密闭的空间里，汗水浸湿了脖颈。我一脚油门，车子在市区公路上前进。A 市属于国际大都市，哪怕是在夜晚，公路上的车子还是很多。眼看着时间1分1秒得过去，车子才挪动了不到1公里。我连忙打开手机，想要在手机上完成了登记，可没想到一辆车突然碰蹭了我的车头。我被冲击力撞到额头，顿时擦破了皮，有几滴鲜血顺着额头流下来。手机也在这时被撞到车座下，我顾不得额头上的伤，赶紧找到手机，眼神死死地盯着屏幕，滴落的汗水已经将屏幕硬化，来不及找纸巾，就用手背将汗液擦干。终于在距离飞机起飞的最后2个小时里完成了登机，而此刻汗水早已浸湿了我的后背。撞了我车的人正站在车窗外，手指着我流血的额头，眼神歉意。我只是摇了摇头，拿着袖子擦了擦，随即又驱动车子，立马让导航规划了另一条路线。既然高速走不了，我只能走省道。走到省道的公路上，我才意识到刚刚的一个小车祸已经将我左侧的玻璃撞了个洞。夜晚的热风顺着玻璃吹到我的脸上，虽然不凉，却是让我燥热的心稍微平静了点。我看着导航上离机场越来越近，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下来，直到车子转弯的时候，路边站着2个人，看着像是一对夫妻。其中一个人站在路中间，摆着手，似乎想要搭车。可死过一次后，我确实没有别的精力去关注别人的生死。现在的时间已经容不得我1分1秒得耽误，我果断将车子开向一边。结果没想到，男人像是预测到了一样，不怕死地拦在我的车前。为了不弄出人命，在危急关头，我猛踩刹车。他找死吗？轮胎在公路上发出刺耳的声音，也刺激着我紧绷的神经。车子在距离男人5公分的距离停了下来，另一个在旁边一直观望的女人也来到了我的跟前，几乎是条件反射，我立马按住车门开关。可破碎的玻璃此刻却成了漏洞，他们只要一用力就可以锤烂这扇玻璃。妹子，能不能搭我们一程？我们去前面的村子。男人双手搭打在车窗上，双臂泛红，佝偻着身子。他嘴上说着话，眼睛却不住地瞟向我的车里。在扫视几秒后，确认车里就我一个人后，眼神开始肆无忌惮在我的身上扫视。一股浓重的血腥味开始在我鼻尖蔓延。我不动声色地低头看去，男人的腰上有一道伤疤，正在流血。他的后背藏着一把刀。我抿着嘴，死死压着喉咙，心里估量着逃离的胜算。他们到底要谋财还是害命？到底是他砸玻璃的速度快，还是我挂档的速度快？距离天亮还有不到2个小时，到底是法律的约束重要，还是我的命重要？不过下一秒，我突然想开了。高温下，城市瘫痪，会有许多人罔顾法律，为了一线生机而害命。现在这个时候，管别人干什么？见我不说话，男人的嗓音带着无法掩饰的兴奋。就你一个人呀？那好办了。也许是知道女人的力量比较薄弱，另一人逐渐放松警惕。他侧身到了车子的另一边，伸手拉动着车门把手。车身左后侧，女人拉动了几下车门，见没有拉开，已经开始不耐烦了。快把车门打开，热死了，送我们一程而已，至于见死不救吗？男人的手也开始在破碎的玻璃上蓄力，肌肉鼓鼓囊囊，暴起的血管在黝黑的皮肤下清晰可见。我的心立马提到了嗓子眼，浑身肌肉紧绷，但面上还是不动声色。车门开着的，你力气太小，让他来试试。男人愣了一下，没有防备地走向后车门。在他离开前，车窗的一瞬间，我松了口气，随即右手摸上车档，左手握住方向盘，正要挂档，耳边传来玻璃被砸的声音。妈的，你个贱人，敢骗我们！正好荒郊野岭的，弄死了你谁也不知道。男人又是一拳，摇摇欲坠的玻璃上半部分已经碎裂，只留下车窗衔接处还在苦苦支撑，但破碎的洞口足以让男人的手伸进车内。他猛然抓着我的后脑勺，磕在车座上，车窗上的玻璃被他伸出的手臂撞碎，一部分落到我的脸上，痛感立马传遍全身。耳边传来女人得意的声音：打死他！这辆车就是我们的了，这辈子还没坐过这么好的车。人在生命受到危险的时候，肾上腺素飙升，会爆发出强大的毅力。脸上的刺痛已经让我麻木，我忍着剧痛，立马踩上油门，车子猛然发动，轮胎在地上擦出青烟。男人像是完全没想到我会真的开走，
一时间跟不上速度，死死地抓着我的头发。方向盘在我手中稳稳地控制着，车辆斜着开着，车身紧贴着防护栏行驶。车速越来越快，我的头皮被硬生生地拽掉一块。车子身后传来哀嚎声，我忍着头皮的剧痛和脸上的血渍，向后视镜望了一眼。男人被车子拖了几米远，而后又被甩在地上，面部朝地。借着昏暗的路灯，我隐约看见地上有一大片血迹。其实在我开走的时候，他选择松手，倒不至于被车拖拽，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。我收回眼神，从副驾驶座位上拿了几张纸，简单的处理下脸上的伤，就继续加足马力前进。车子行驶飞快，经过刚刚那一场闹剧，天边已经泛起鱼肚白。现在时间是凌晨5点，赶得上，一定赶得上的。我在心里默念，将油门踩到底。可下一秒，车身开始剧烈摇晃，车子不受控制地停了下来。我看了看仪表盘，脸色骤变，车子爆胎了。此时距离机场还有1公里，于是我果断拿着背包弃车离开。一路上，炽热黏腻的风吹着我的长发，连带我额头的汗水都被吹落到柏油马路上。我浑身像是从水里泡过一样，汗水一刻也不停息地往下流。此刻我无比庆幸我妈当初为了锻炼我，每天让我自己一个人跑步去上学。这1公里的路程我能用最短时间跑完，直到过了最后一个匝道口，我狂奔进机场。一进门，一股凉意吹散了我心里的焦急。我一路跑到了登机口，在机场工作人员诧异的眼神里，拿着手机在最后检票时刻上了飞机。坐在客舱，我才终于意识到我真的会活下来。现在不是暑假，也不是旅游旺季，客舱里只坐着几个人，他们在空调的运作下昏昏欲睡。显然大家对即将到来的高温灾难没有一点防备，只是觉得今年的气温比往年热一点而已。飞机在机长的播报声里缓缓起飞，朝着北边飞去。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我甚至能看见云朵晃动，热浪在空气中盘旋。A 市上方一颗红日正冉冉升起，那颜色红得刺眼，红得不太正常。手机整点播报，6点了。飞机上，空姐帮我处理了下伤口，又给了我一套干净的衣服。我在卫生间换洗后，才渐渐平复下心情。接着连上客舱里的网，就收到了 A 市政府发来的消息通知：紧急通知，今日气温预测上升至50摄氏度，请各位居民注意防暑，非必要不外出。各工作部门立即停工，预防中暑和热射病。高温末世真的要来了，如上一世一样，才早上6点，气温已经高到让人无法忍受。从 A 市到冰岛的航班要飞5个小时，我在座位上沉沉睡去。等再次醒来，飞机已落地。我打开监控，观察着家里的一举一动。监控里，我弟率先反应过来，一把推开门，叫喊着：“热死了，好热，空调没用了吗？”他说着，从冰箱里拿出一杯冰水，一饮而尽。我妈拿着小风扇，满头大汗地走出来，坐在沙发上，双手并用，扇着扇子。室外温度太高，中央空调已经起不了作用了。我爸像是没反应一样，已经西装革履，收拾整齐，准备去上班。今天是我升职总经理的日子，就算是天上下刀子，我也得去。他说完，拿着公文包出了门。有的人就是要钱，不要命。结果走出去没10分钟，我妈的手机就响了。电话那头传来我爸急切的声音：“快去超市买食物，躲进地下室。”原来我爸出门没多久就被堵在了路口。对于突然升高的气温，气象专家也没办法立刻给出原因。没办法，国家也只能让人待在家里，等待高温退去后等待救援。一时间人心惶惶，有不少人开始往低温的地区跑，这样也许就可以暂时躲避高温的伤害。可聪明人不止一个，一时间路上、高速上、省道上都是车，甚至今天发生车祸的频率都比往常多。我爸眼见情况不对，只能退而求其次，选择在家里待着。我妈听着我爸急切的口吻，才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，立马收拾着要出门。我弟是个懒汉，一听要在这么热的天出门，立马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，嘴里还不停嚷嚷着：“就是家里空调坏了，找人上门来修一下就行了。什么高温末世，还要出门囤什么物资，有必要吗？”我妈眼见我弟使唤不动，立马想到了我，在房间门口猛踹我的门：“呵呵，快出来，我们去超市囤货，高温就要来了。”我在监控里看着我妈拼命地拍打着我的门，心里一阵恶寒。看吧，她只会在需要的时候想起我，除此之外一点好事都不会想到我。她的宝贝儿子多金贵，现在争分夺秒抢夺物资的时候，我弟的体格有很大的作用，可以帮他抢到更多的物资。可他心疼我弟受热被晒，见房间里岿然不动，他的耐心逐渐被消耗，开始语无伦次的咒骂：“死丫头，睡得跟猪一样，让你开门，听到了没有？到时候高温来了，热死你！食物我们可不会分你一点。”
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母亲对自己女儿说的话。纵使死过一次，我的心还是不可避免的抽痛。见一直没有反应，我弟退后，一脚踹了过去。木门被撞破，入眼就是空无一人的房间。我过完安检，笑着看着两人错愕的表情，走出机场门口，一股风迎面吹来，冰岛的风带着丝丝凉意，微风拂过，吹得我浑身泛着寒意。曾经苦学的英语也派上了用场，在流利口语的沟通下，我用最短的时间找到了家银行换了钱，又在当地租了个房间。高温气候是从赤道开始向北延伸的，冰岛在北极圈附近气温很低，短时间内也不会出现气温骤然升高的现象。刚躺在床上没多久，我的手机就响起，点击接听，我妈焦躁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：死丫头，你去哪儿了？快回来跟我去超市抢菜，再晚可什么都没有了。我打开院子的监控，看见我妈正往车库走，那脸上的汗水如雨，吓个不停。我裹紧被子，在床上眯着眼睛，慢悠悠地开口：妈，我不在家，在外地出差，现在赶不回去，你自己去超市囤货吧。我哪里知道该买什么菜，囤什么东西？这种事不一直都是你在做吗？他一听我的拒绝，将心里真实想法说了出来。我听着他没好气的谴责，心里嗤笑一声。从我16岁开始就被要求负责家里的一日三餐，家里的水平请个保姆根本没有任何负担，可他们却不愿意，就想着在有限的时间里无限地吸我的血，竭尽全力地搓磨我。人性的恶意就是这么毫无理由又毫无底线。想到这里，我忽然改变了想法。现在这个时候囤货，肯定要多买一点新鲜蔬菜和水果，要保证身体营养摄入均衡，还有我弟爱吃的饼干零食之类的，我爸喜欢的火腿也多买点。我妈做了一辈子的富太太，基本的生活常识都没有，一直以来都是养尊处优的，哪里见过这个阵仗，自然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殊不知高温下，蔬菜和水果根本保存不了多久就会腐烂，饼干之类的零食极其消耗水资源，连火腿也是加了食盐才能长久保存的。断水的情况下，谁会想要吃火腿来维持生存？我妈在我的怂恿下开着视频就进了超市，一进去就傻眼了，里面人山人海，大家都在忙不迭地从货架上拿东西。虽说表面上维持着和平，但平静下暗流涌动。从视频里我看到不少人都在暗暗较劲，从别人手里抢夺食物。保安在一旁拿着喇叭维持着现场治安环境。很难想象，等到温度高到人们无法忍受时，这岌岌可危的秩序还能不能维持。我妈见面前的场景也慌了神，立马推着车子加入了抢菜大军。结果她当惯了富太太，没有那群人麻利的手段，连货架中心都没挤进去，只不停地在边缘来回打转，一直挤不进去，皱着眉头看着疯抢的人群，嫌弃道：像个乞丐一样，有没有点素质？他说完，也不顾周围人鄙夷和看好戏的眼神，径直走向了零食区。走了没几步，便立马跑过去。只因为平常没多少人关注的零食区，剩下的食物也寥寥无几。末日下，苍蝇再小也是肉。我妈再也没办法维持表面的优雅，和里面的人拼起了手速，开始从别人的购物车里拿东西。生死存亡下，食物就是活着的希望，没人会惯着抢夺资源的人。那被抢零食的女人也不是善茬，一个耳光就甩到我妈脸上。随后就是两人在货架前撕扯，女人个子高大，揪着我妈的头发，就是单方面输出。几个耳光后便扬长而去。我妈脸上顶着5个手指印的巴掌，正打算找人理论，我连忙叫住了她：快把剩下的零食都买了，再去买我爸爱吃的火腿，现在不是置气的时候。于是她顶着鸡窝似的头发和肿胀的脸去了冷冻区。等她买完，我才开口：妈，给我买几瓶酸奶吧，我爱喝。我在试探，用最后一点爱意试探，也是给他们的未来的处境增添一点活着的希望。酸奶可比辣条、饼干之类的东西更解渴，只要他对我还有一点感情。结果毫不意外，听到他拒绝的回答：你都不回来和我一起采购，还想吃酸奶？车子没地方装了，下次吧。他说着，又装了几盒寿司和2大瓶果汁、可乐。听着他的话，我果断挂了电话。可惜了，我的好妈妈，没有下次了。你就拿着这些东西和爸爸交差，你们3人一起度过这难挨的高温吧。我爸在一步一挪的堵车行列中，终于回了家。他满脸通红的推开房门，身上的衬衫早就被汗水浸湿。结果一见我妈买的东西，非但不体恤她受伤，还将食物踢到一边发怒。这就是你买的食物，买这些破烂有什么用？你知不知道高温下最害怕的是停水停电，蔬菜水果根本就储存不了。还有这零食，这火腿有什么用？我看你这个富太太做的时间太久了，久到你连基本的生活常识都没有。我妈本打算等我爸回来后对她诉苦，可受到的却是一顿指责和谩骂。她面对指责开始撒泼打滚。好啊你
你现在是嫌我烦了是不是？我一个人被那些泼妇欺负，千辛万苦给你们买了食物，你要是不满意，你就自己一个人去。他说完，坐在地下室的沙发上抽泣。我看着监控里的一幕，悠闲地逛着冰岛的环岛，脑子里记忆着这座城市的设施分布，哪个地方有大型超市，哪个是批发市场，都被我牢记于心。原来他们三人的关系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坚不可摧，只不过是在危急时刻一致决定先舍弃我的命。现在没有我这个替死鬼，我倒要看看食物和水都短缺的情况下，三人会选择先断了谁的命。一直到下午2点，室外的温度已经高达65摄氏度，交通系统也全面瘫痪，飞机因为大气层高温被迫停飞。那些原本打算搭乘飞机飞往北极圈附近的人也被滞留在了机场，而我也没闲着，早就开始防患于未然。那个曾经给我发来救命消息的号码，无论我用什么办法，再也没了动静。没有人知道这场高温会持续多长时间，也没有人知道高温会不会波及到北极附近。在休整好后，我立马在当地超市扫荡，先是去批发市场买了几十箱方便面，又去家具市场买了3个冰箱，在屠宰场选了40斤牛肉和羊排。冰岛靠海，海鲜产品格外便宜，鲜虾鱼肉又购入了80斤，将最后一车的食物装进屋子，自己学着网上的教程动手，把5个太阳能发电板装好后，才彻底放下心来。囤货带给我的安全感莫过于此。我这边忙着安装空调，家里的地下室却是乌烟瘴气，不时有咒骂声传来。地下室因为不常住，年久失修，只有一个老式空调，炽热的阳光照在地上，里面闷热不已。空调的冷气并不足以对抗室外的高温，只有出风口处还有点凉意。他们三人正在为谁站在空调出风口处大打出手。我爸在一旁推搡着我弟，可我弟身高1.8米，体重180斤，那肥胖的体格他硬是推不动。他气得指着我弟的鼻子破口大骂：狗娘养的，竟然跟你老子争这！快给我滚开，让我吹灰！我弟从小被宠溺惯了，一直都是那副自私自利的性子，自然当仁不让。他牢牢地占据着出风口的位置，甚至双手抱住空调两边。让你吹了我怎么办？不是你一直告诉我胜者为王的吗？你要有本事就把我推开，不然别想我松手。我清楚地看着监控里我爸面如死灰的表情，那眼神带着后悔。我弟的性格源于小的时候，他无止境的纵容和有意无意的引导。我曾经就提醒过，小孩子不能培养他自私的性格，否则长大后会变本加厉。可那时我爸却说，现在这个社会如果不争就什么都没有，利益面前胜者为王。此刻子弹正中眉心，现在他看着自己教育的儿子在生死关头用曾经的话当作利刃，毫不留情地刺向他。我爸听着这话气急败坏，一把拿起门后的棒球棒就挥了上去。人在燥热的环境下真的很难保持理智。我弟猜测我爸舍不得打他，而我爸却认为我弟会挪开，结果两人在最后时刻都没退步。那手腕粗的棒球棒狠狠地砸在我弟的后脑勺。啊，栋梁，你怎么样了？尖叫声回荡在地下室，监控里我弟像没了支撑的木偶一样倒在地上，我妈则疯了似的爬过去，对着我弟使劲摇晃，见没反应又对着我爸拳打脚踢。你把我儿子打死了，我要你偿命，大家都别活了。我看着三人汗湿的身体开怀大笑，将空调又调高了几度，从柜子里掏出被子盖在身上。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，我只觉得他们吵闹。空调的凉意让我爸渐渐回过神来，他呆愣愣地站在原地。不过好在我爸没下死手，几分钟后，我弟在我妈的摇晃中醒了过来，他眼神恶狠狠地盯着我爸，父子俩相顾无言。我爸站在空调出风口处，和我弟一样毫不退让，享受着阵阵凉意。有人说，在灾难面前要谨慎对待身边的同类，哪怕是亲人。血缘和亲情在人性的险恶面前不值一提，这一切的前提都是活下去。刚刚的争吵打斗让几人燥热不安，我弟拿起地上的可乐就一饮而尽。可脱水状态下喝着含糖饮料只会越喝越渴，唯一的一大瓶矿泉水被我爸牢牢抱在怀里。现在外面的温度已经升到70摄氏度，没人敢冒着风险上楼。三人就这么僵持着，矛盾也越来越重，直到我弟再也忍不了，对着我妈开口：妈，你去楼上拿点水和吃的吧。我爸也在这时投来逼迫的目光，眼神带着威胁。见自己疼爱的儿子和全心全意爱着的丈夫都在逼他，我妈彻底意识到自己是被排除在外的。现在外面都70度了，我怎么上楼会被热死的？你们想让我死吗？你不去让谁去？除非有个人代替你去。我弟在一旁说着风凉话，随即三人眼神交汇，像是想到了什么。下一秒，我的电话响起，我看着三人眼里的算计，只觉得心梗。看吧，他们三人的一致对外对的从来都是我。
自从他到了地下室后，就再也没有问过我的死活。找人代替他去的时候，又想到了我，弱者只会欺负比他更弱的人。而此时，我早就从床上坐起，吃着冰镇西瓜和雪糕。电视上播放着猫和老鼠的动漫，看见手机提示的视频通话，我连忙跑到浴室，将头发打湿，又将自己的脸拍红。在他们三人诉苦前，先发制人。呵呵，你这是在……我妈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我的声音盖过。妈，你们在哪里？我好热，好渴，给我送点水！救命，快救救我！她看着我虚弱的样子，立马掐断了通话，速度快到唯恐我拖累她。视频中断的时候，我还隐约听到我弟的声音。他都这个样子了，可别回来祸害我们，没水也没吃的，就是个拖油瓶。等到就是这句话，我心里最后的一点良心也消失殆尽了。见无人替代，我妈只得硬着头皮上楼。刚打开地下室的门，那股热浪都让她的背影在监控里变了形。可我知道，我妈应该是回不到地下室了。我家住别墅，1楼的窗户都紧闭着的，高温下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。密闭的空间里，热风在房间里出不来，往复循环只会越来越热，甚至超过室外的温度。就像蒸馒头的屉子里的冒出的蒸汽，现在的1楼就是一个大型的蒸笼，人只要一上楼就会被蒸熟。我掐断了客厅的监控，活人被蒸熟的画面不敢看，同时也不再关注地下室的情况。他们父子2人要么自相残杀抢夺剩下的食物和水，要么齐心协力分配资源，2人也许可以活得更久一点，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被热死或者渴死。10天过去了，赤道附近的高温逐渐北上，连带着冰岛都开始变热。夜里我开了2个空调，将温度都调到最低温度，才勉强入睡。直到1个月后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史前大暴雨浇灭了这场高温，连着几天的降雨，连冰岛的温度也降了下来。天气终于恢复正常，新闻上报道着此次的高温。原来这场持续1个月的高温，一共让地球上少了15亿人口。我打开监控，看到地下室的场景，倒吸一口凉气。我爸浑身上下爬满了蛆，身体像一具干尸，靠倒在空调前。我弟的后脑勺则被挖空，嘴巴张得很大，面目狰狞，看样子非常痛苦。他的脸上更是爬满了苍蝇，手死死抱着那空了的矿泉水瓶。2个人就这么死在了地下室。我随即将视频进度条拖回，想要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监控显示，我妈死后不久，我弟就渴得不行，强行上前想要去夺我爸手里的矿泉水。可我爸也不是吃素的，一个成年男人的力气很大，2人像个野兽一样在房间里撕扯啃咬，全然没了往日父子温情的氛围。我弟毫不留情将我爸的手咬住，妄图通过疼痛让他松手。我爸则用拳头猛击我弟的后脑勺。爱你的人最知道刀子捅到哪里，伤你最深。我弟突然抱着我爸的腿求饶，到底是从小养大的孩子。我爸看着我弟跪地乞求的样子，有些心软，犹豫着要将水递过去，却不想我弟是个不留余地的人，他猛地用头将我爸撞翻在地，伸手就去夺那瓶水。2人在争执间，水瓶一个没拿稳，剩下的水都被倒在炽热的地板上。我弟爬着身子要去舔地上的水，却也无济于事。不过2秒，水就被蒸发，2人谁也没喝到，最后的希望覆灭，接着就是无尽的绝望。他在房间里嘶吼，只是因为一直没进水，喉咙嘶哑。都是你的错，水倒在地上了，现在谁也喝不了了，我们都得死。高温下，2人逐渐崩溃，没了理智，迫切需要发泄口。于是地下室里，他们用所有看得到的工具动手，犹如困兽之斗，做着最后的挣扎，直到再也没有一丝力气，脱水死亡。我将视频看完，裹紧了被子。连着几天下雨，冰岛的温度在雨水的作用下已经降到了0度。我在百无聊赖地刷着网络，直到看到了一位网友发的帖子。他的帖子里说，这次的高温末日就是国际神秘组织的人类清除计划。不久后还会有一次极寒天气降临。在我打算仔细琢磨的时候，那个帖子却消失了，页面停留在了空白页上。正当我觉得一定是网友无厘头的恶搞时，一个空白的号码再次给我发来了消息。我急忙将手机拨打回去，结果显示不在服务区。而此刻时间正好凌晨2点，那条短信就短短几个字：明天你所在的区域气温将骤降到-70摄氏度，自求多福。我盯着那条短信，手指微微颤抖，又是空白号码，又是自求多福。上一世这条短信要了我的命，这一世它让我活了下来，而现在它再次降临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看了眼时间，凌晨2点整，和上次一模一样，-70度。那不是什么简单的寒潮，那是人类根本无法在外界生存的极端温度。暴露在空气中几分钟，皮肤就会冻伤，半小时必死无疑。我立刻从床上跳起来，打开手机，开始搜索北极圈附近的天气走势。冰岛现在的温度是0上5度，
但天气预报显示，未来3天将有一股强冷空气南下，气温会骤降至零下15度。零下15度和零下70度中间隔着一条生死线，我必须走更北的地方。我打开地图，手指在屏幕上滑动，格陵兰岛，努克，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的首府，位于北极圈内，常住人口不到2万人。现在那里是零下10度，但更重要的是，那里有地热资源，有稳定的能源供应，有丹麦政府的应急体系。天亮之前，我必须订到机票，但这一次和上次不同，我打开购票软件，搜索从雷克雅未克飞往努克的航班，每天只有一班，上午10点。现在凌晨2点半，我还有7个半小时，足够了。我起身开始收拾行李。上一次的教训告诉我，末日之下最重要的不是食物，不是水，而是能源和保暖。太阳能发电板要带走，那5个板子花了我半个月的生活费。睡袋、羽绒服、保暖内衣、雪地靴全部塞进行李箱，剩下的空间我只带了压缩饼干、巧克力和真空包装的肉类。至于那些囤积的牛肉、羊排、鲜虾、鱼肉，我带不走也来不及处理。我看着满满当当的冰箱，苦笑一声，算了，就当是留给这座房子的礼物吧。凌晨3点，我拖着2个大行李箱出了门。冰岛的夜晚很冷，冷得让人清醒，街道上空无一人，只有路灯投下昏黄的光。我站在路边等出租车，呼出的气息在空气中凝成白雾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我低头看去，又是那个空白号码。别坐飞机4个字，我愣住了。什么意思？别坐飞机？可如果不坐飞机，我怎么去格陵兰？我立刻回拨过去，依旧是空号。我发短信发不出去，我尝试各种方式联系他，全部石沉大海。闺蜜到底在经历什么？又为什么每次只能发来这样语焉不详的预警？别坐飞机！我站在路边，寒风刺骨，脑子里飞快地转动。如果飞机不能坐，那我该怎么办？轮渡冰岛到格陵兰没有定期轮渡，私人船只，这个季节北大西洋的风浪足以掀翻任何小型船只。那只剩下一个选择。我打开手机，搜索冰岛境内的避难所。格陵兰去不了，那我必须找一个足够北、足够安全的地方。搜索结果弹出来格里姆塞岛，那是冰岛最北端的有人居住的岛屿，位于北极圈边缘，常住人口不到100人。岛上有一个小型的社区，有地热发电站，有储备充足的物资。更重要的是，那里远离大陆，人口稀少，不容易发生骚乱。从雷克雅未克开车到格里姆塞岛对岸的港口需要6个小时，再从港口坐船到岛上需要2个小时。时间紧迫，凌晨3点半，我终于等到一辆出租车，司机是个冰岛本地人，看我拖着2个大箱子，用英语问我去哪。去北部阿库雷里。那是冰岛北部最大的城市，也是前往格里姆塞岛的中转站。司机挑了下眉，现在天还没亮，路上可能有冰。加钱。他不再说话，踩下油门，车子在黑夜中穿行，驶出雷克雅未克，进入冰岛的内陆公路。窗外是一片荒芜的苔原和火山岩，偶尔能看到几处农场的灯光。我靠在座椅上，闭上眼睛，却睡不着。脑子里反复闪过上一世的画面，被反锁在房间里，高温像蒸笼一样将我包裹，汗水流干了，嗓子喊哑了，最后意识模糊地倒下。还有监控里看到的，我弟和我爸在地下室互相撕咬，像野兽一样争夺最后一口水。亲情在生死面前原来这么不值钱。不对，他们对我从来没有过亲情。我睁开眼，看着窗外的夜色，嘴角扯出一个嘲讽的笑。早上8点，我们抵达阿库雷里。这是个安静的小城，依山傍海，彩色的房子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上。但此刻我没有心情欣赏风景，直奔港口。港口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今天最后一班前往格里姆塞岛的船在上午11点。今天天气不太好，下午可能有风暴，所以只有这一班。你要去吗？要。买完船票，我在港口附近的小店买了些补给、保暖手套、防风面罩、打火机、蜡烛，还有一些高热量食物。然后找了个咖啡馆坐下来等船。手机信号还在，我打开家里的监控，想看看最后一眼，画面加载出来，我愣住了。地下室的场景已经看不见了，监控摄像头被什么东西挡住了，只剩下黑乎乎的一片。我切换客厅的监控同样被遮挡，怎么回事？我试着调整角度，终于从缝隙中看到一只脚，有人踩在了摄像头上，那是男人的脚，我弟的脚，他还活着。我放大画面仔细辨认，那只脚上穿着一双运动鞋，是我弟的鞋面很脏，沾满了泥土和血迹。所以在我看到的监控画面结束之后，发生了什么？我弟没有死，那他爸呢？那个变成干尸的男人呢？我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多，却得不到答案。监控画面突然闪烁了一下，然后彻底黑屏，信号中断了。我看了眼手机左上角，信号格还在，但监控 App 显示设备离线。有人把摄像头拔了，我的手心开始冒汗。如果是我弟，
如果他还活着，那他一定会来找我。他知道我去了冰岛，上一世我告诉过我妈，虽然那次视频通话很快被挂断，但他们一定记住了。我弟那种人自私、狠毒、不择手段，他能在高温末世里活下来，一定付出了某种代价。如果他来找我，我攥紧了手机，不能慌。格里姆塞岛与世隔绝，没有我的允许，没人能上去。就算他来了冰岛，也不一定能找到我。上午11点，我准时登上了前往格里姆塞岛的船。船不大，能载20个人左右。今天乘客很少，加上我只有5个。其他4个看起来是岛上的居民，带着采购的物资，互相用冰岛语聊天。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看着船缓缓驶离港口。北大西洋的海水是深灰色的，浪很大，船身不停地摇晃。远处能看到雪山，云雾缭绕，像另一个世界的入口。2个小时后，船靠岸，格里姆塞岛。踏上陆地的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宁静。岛上没有树，只有低矮的苔原和岩石。远处有几栋彩色的房子，冒着袅袅炊烟。天空很低，云层厚重，海鸟在头顶盘旋。我拖着行李箱走向岛上的社区中心，那里有一个小型的旅馆，可以租住。老板娘是个50多岁的冰岛女人，叫英格丽德，会说简单的英语。你一个人来旅游？她好奇地打量我。这个季节很少有人来。是的，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待一段时间。她笑了笑，递给我一把钥匙。3楼最里面那间，视野很好，热水和暖气全天供应。晚饭6点开始。我接过钥匙，上了楼。房间不大，但很干净，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扇窗户，窗外能看到海，灰蓝色的海无边无际。我放下行李，坐在床边，终于松了口气，安全了。